抽签吧，一个是进场当工人，一个是下乡当知青，老大老二，娘也不偏心谁，抽中哪个就看你俩的命了。我这是在哪儿？这是几十年前我的老家，我重生了。就是这天，娘作弊让我抽到了留在城里当工人的钱，让她的宝贝二儿子下乡当知青。我以为是得到了偏爱，感恩戴德，赚的钱全部上交。结果娘不仅拿走我所有的工资给老二享受，还给我娶了她未婚先孕的侄女。我被娘压榨了一辈子，临死前我才知道自己是领养的，说我活该给他们家干一辈子。儿子，抽签啊！娘，这签子的长短怎么一模一样啊？你是我亲娘吗？这签子一模一样，你还让大哥先抽，这不明摆着让我去下乡吃苦，让大哥当工人吗？娘，你也太偏心大哥了。娘，一直以来您不是最疼二哥吗？难道您以前对二哥好都是装给别人看的？娘不是偏疼你大哥，是这些年你大哥为这个家受苦受累的，留在城里顶替你爹当工人的福气该给你大哥了。娘，这福气该是老二的，爹活着的时候也最喜欢老二，让老二接他的班进场最合适。老二，你放心进场，别听娘瞎说啊，我去下乡。还是哥疼我。哎，不行，必须老大进场上班。快拿证件去办手续。哎，回来，老二别去。哥，你的下乡手续都办好了，现在你跟我去厂里办进厂接班手续吧。你自己也能行，以后要独立知道吗？好，那我自己去了。啊，去吧。下乡就能甩掉我那个吸血鬼后娘，就是下乡后需要置办东西，上哪儿去弄钱呢？没钱可是寸步难行啊。触发助人为乐系统，目标人物程若曦，5分钟后会丢失27.8块的工资。触发任务，帮助程若曦找回工资，宿主可获得相应奖励。我居然有系统，这任务也太及时了吧？可为啥偏偏现在触发？难道跟刚才碰到他有关？放手！不好意思啊。太好了，脾气大也没关系，这是我的救命稻草啊。他刚才为什么抓着我的手不放？遇到变态了！他再敢动手动脚，我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手往哪儿放的，死变态！你误会了，我这是……你这个无赖，刚才就察觉你对这位女同志图谋不轨，果然被我逮个正着。从刚才就一直尾随我，上车后还拼命往我身边挤，我就看出你居心不良。这种败类就应该抓去坐牢，保公安，不能让他逍遥法外。流氓在哪儿？那就是他。给我放开！我的钱包。什么情况？同志，这个人偷偷摸摸的，我早就留意他了。刚才他趁人多拥挤，伸手偷这位女同志钱包时，正好被我逮了个正着。刚才真是冤枉人家了，他明明是见义勇为，可不是嘛？这位同志一表人才，哪像是会耍流氓的人？同志，感谢你挺身而出，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。我们登记一下你的名字。好，蒋野川。任务完成，到账27.8块。同志，请留步。又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先走了。蒋同志，我叫程若曦，对不起，我错把你当成坏人，还对你动手，是我太冲动了。道歉就不用了，以后别光顾着胡思乱想。实在抱歉，明明被我那样误会，
却没有半句怨言，还帮我拿回工资，他真是个好人。老大，这是能借来的所有钱和粮票了，娘也没啥能耐，只有这么多了，你也别嫌弃。哎，乡下的日子不好过，你可要照顾好自己。娘，您说过总要有人下乡的，我既然是大哥，理应扛起责任。哥，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。现在你替我下乡，以后遇事我帮你。这些钱你先拿着用，我帮你还。娘，你拧我干啥？真是我生的吗？简直笨到家了。时候不早了，回屋睡觉。知道了，别催了。老大，给你准备的被褥都放在你舅家了，明儿起来记得去拿。行，我去拿。嗯。又想耍花样，这次可不会让你得逞。哎，老二，跑趟舅舅家，把我被褥捎回来。啊？可是我已经约了朋友一起去看电影，过几天上班就没时间玩了。你不想去啊？那我去街道办问问换人下乡的事啊。哎，别，我这就去。哼，该让那老狐狸体验下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了。哎呀，老大呀，这可怨不得娘。你要是走了，往后这家里的脏活累活，难不成要娘自己扛？哎呀，不好了，穗禾婶子，快跟我走！你家晋川的腿被人打骨折了。胡说，明明该是野川的孽障挨打，你看错了吧？我特意让……这事还能有假？我亲眼所见。你赶紧动身，人被救护车拉走了。那野川在哪儿啊？帮我把他叫来。下乡人员今早不就集合出发了？我早上在车站看到他了。啊，走了？那我咋办？这个家咋办呢？晋川还等着你呢。啊，对，去医院。哎呀，我的亲儿啊，别让我白发人送黑发人呐！同志你好，我是后排靠过道的，我朋友在您旁边坐着，不知能否给您换个位置？啊，当然没问题了，请坐。这候车室坐的都是要下乡的知青，你也……对呀，你分配到哪儿了？目标人物1号黄运松，1个半小时之后死于爆炸。目标人物2号程若曦，1个半小时之后死于爆炸。挽救所有旅客的生命将获得10兑换积分，请及时完成任务。兑换积分根本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一车站人的命啊！而且只剩下1个半小时留给我了。蒋同志，蒋野川同志。陈若曦同志，手表借我用一下。没问题。喏，1个半小时倒计时开始，11点15分是死亡线，得提前5分钟行动。11点10分必须清空候车室。哎，小小，你怎么才来啊？家里有点事儿。我刚才查过列车时刻表，1个半小时之内这趟火车只停靠1个站点，而且1小时后就会到达。所以说留给我的时间只剩下1小时。如果任务不能完成，要做好最坏的打算，让全部旅客撤离车站。但哪有这么简单？还是先找找线索吧。他们全是在同一时刻被炸死的，所有线索都指向一点，那就是整个车站都不安全。但只靠我一人，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发现问题所在，简直难如登天。可陈景说了，他们会相信吗？大家安静一下。目标人物第2096号吴为国，1个小时之后因跑出车站被撞断双腿。他一定有问题，离列车爆炸还有1个半小时，他怎么会提前知道整个车站要爆炸呢？炸弹目标太大了，根本不可能带身上，那就只剩下陈景世。
找到了。找到手枚爆炸物，危机解除25%，获得积分币2枚。居然才25%，那也就是说还剩3枚炸弹需要处理。哎呀，算了，至少排除一个了。先把炸弹处理掉，起码这片候车区安全了。这个炸弹肯定不能直接扔出窗户啊！窗外虽然不是市区，但也有不少村庄，而且列车也会受爆炸产生的余波影响，那样只会得不偿失。还能有什么好办法？再这样拖下去，等陈警过来就更不好处理了。检测到宿主拥有积分，积分兑换功能已开启。我需要拆弹，能兑换拆弹数吗？召集拆弹数，兑换成功。让开让开，都回座位上。乘警同志，真对不住，我没注意到，好好的衣服被我弄湿了，我帮您擦干净。没事，我自己处理就行。对不起啊。哎，好了，别躲了，他走远了。蒋同志，你偷偷摸摸在这里干什么？幸亏你之前为我挺身而出，不然现在警察已经过来了。方才多亏你帮我解围，陈若曦同志，我接下来要说的是，或许会有些离谱，但是请你相信我，更希望你能为我搭把手。你说，车站里藏有爆炸物。车站里藏有爆炸物。你这是糊涂了吗？火车站怎么可能有爆炸物？这话要是传出去，你会被当成疯子抓走的。正因为晓得会被当成疯子，我才没跟任何人提。车站里总共藏了4枚炸弹，我刚寻着1枚，还剩3枚，得抓紧找出来，不然整个车站的人都要陷进危险里。这也太离奇了，不管是谁听了都会觉得难以置信吧。我不指望你信我，你别拦着我就成。哎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我给你帮忙。终于把这4个玩意儿解决了，整个车站应该都安全了。蒋同志，你还学过拆炸弹呢，太牛了！小事一桩，现在车站终于没事了，大家也都能平安了。等等，任务为什么没有显示已完成？啊？什么任务？系统，同步任务完成进度。已找到4枚爆炸物，危机解除进度80%，累计获得兑换积分8枚，仍有20%危机未解除，请继续推进任务。1枚对应25%解除率，4枚不就是100%？这危险怎么还没解除？部署位置不同，造成的伤害程度不同，对应危机占比也会有差异，请加快进度。还有20%的隐患，能查的地方都查遍了，时间紧急，顾不上其他了，让乘客先撤离车站再说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怎么那么复杂？到底怎么了？现在不是闲聊的时候，马上就要爆炸了，没时间了。你立刻去找车站站长，让他赶紧安排所有旅客紧急出站。车站不止这1个炸弹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你一定要小心。你想干嘛？疏散乘客，车站内有爆炸物。这人是疯了吧？好端端的车站哪来的炸弹？80%是他犯了事儿，被乘警抓现行，故意编瞎话想趁机跑。好端端的车站哪来的炸弹？放开他，他这是在救你们，他可是英雄。英雄？我看就是个装腔作势的窝囊废。不是啊！快抓住他，他就是安装炸弹的罪魁祸首。赶紧放了这位同志，要不是他，你们今天都得出事儿。他是救了整个车站的工程。抱歉啊，同志，是我鲁莽了，我给您赔不是。我们也是不知情，对不住你了。你们听好了，
他不顾危险，冒死将炸弹拆除。他是你们的救命恩人，蒋野川。这件事还没有结束，车站内还有没找到的爆炸物，得马上派人搜。还有炸弹？对，我还没失败，没想到吧？我还藏了一手，你们永远都找不到。你把炸弹到底藏在哪儿？想让我说，做梦去吧！把他送进审讯室，务必问出其他炸弹的位置。另外，通知武装部增派兵力进入车站搜找剩余炸弹，快去！江野川同志，这次多亏有你啊！你先下去休息，后续交给我们。目标人物22号秦耀将于35分钟之后因车站爆炸粉身碎骨。江野川同志，只剩半个小时，车站就要爆炸了。江野川同志，我留下来和你们一起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你做的已经够多了，不能再让你身处险境。前面的爆炸物都是我处理的，放心吧，我能帮上忙。可是，放心，到了危急时刻，我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冒险。好，那就有劳蒋同志了。好了，最后的危险也解决了，大家可以放心了。郝同志，我是武装部部长，感谢你所做出的贡献，我特别欣赏你的胆识和能力，愿意来我这工作吗？这是我的荣幸，但我还要下乡。整个候车室都是下乡的知青，要不是这，我早就把他收编了。划个知青来也不是啥难事儿，可这是跨省调动，得花点时间。蒋同志，您今天可是立了大功，您不仅救了这整列列车，更救了车上几百号旅客的性命，这份恩情我们一辈子都记着。这连着坐好几天火车，可把人给累垮了。就不该省钱买硬座。现在说啥都晚了，卧铺也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。幸好给咱留了卧铺，不然就算到了地方，骨头也得散架。哎，你们好，我是红星生产大队队长胡玉泉，往前10里地啊，就是咱们村了，以后大家叫我老胡就行。胡队长，胡队长好。把东西放上来吧，啊！为什么拦着我？这车不拉人。不拉人拉什么？拉行李啊。哼，人不比行李重要，为什么不拉人？你想多了吧？你不信我啊？就算我没来过乡下，可上一世蒋进川往家寄信时，没少抱怨乡下的事。头一条就是说，村里的车只拉行李不拉人。我信你。蒋同志，虽说你之前抓小偷算个英雄，可我劝你别太自作主张了。从小到大，我从没听说过车不拉人的。你不做也就算了，别耽误程同志。稍后没位置了，他可就得走回村里，到时候腿都得走断了。程同志，我帮你搬行李，别听他的。我信他，不上去了。等车开了，有你后悔的时候。你在说自己吗？给我下车！哎，你们也配坐车上？这是专门拉行李的。我们不应该坐车吗？我们可是来建设农村的知青啊！我管你们知青不知青的，刚来村里，啥事没干还想坐车？快点下来！我就是不下车。你虽然是大队长，但也不能这么侮辱人，哪有把人看得不如牲口的道理啊？你们城里人光会享受，还想让我骑车拉你们？你既然想坐车，就代表你比牲口能干。拉你可以，把全村的地都离了。我们可是知青，你居然这样对待我们，我要向上级反映。尽管去告。像你这样连2步路都不想走的交鬼知青，我们村不收，必须退回去。退回去？不行，这样我当会有污点，以后我还怎么找工作？我就是要退了你，我们村不留你这种人。我下车还不行？太迟了！哼！胡队长，您不是说能拉行李吗？为什么不拉我的？你我都不要了，还拉什么行李啊？起开！我错了，胡队长，你看我刚刚到这儿，啥规矩都不懂，就当可怜可怜我，给我个机会吧。行啊，从这儿到村里还有15里土路，你自己背行李，我就网开一面。好，那我们就走吧。江野川，老子被你害惨了，给我等着！还有多远啊？实在走不动了。江野川，你快点，我们还有100多米。我走不动了。江野川，你快点，我们还有100多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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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江野川，你快
我撑不住了。还早着呢，这才走了1/4。啊，一半都没有，天黑前肯定走不到了。真够远的，我也坚持不住了。注意，宿主完美通过阻止车站爆炸任务，获得的奖励盲盒尚未开启，是否现在打开？现在就开。恭喜宿主，该增幅将立即生效。这是什么？具体能提升啥？体格指数是一切和体格相关的各种能力增幅300%后，宿主的各项体能指标将远超常人。虽然我以后打算靠脑子谋生，不想靠体力赚钱，但现在正好能派上用场。刚才还浑身酸痛，现在却轻松自如，感觉能再赶800里路。陈同志，你还好吧？脚崴不轻啊。别管我了，你继续赶路吧，我歇会儿试试能不能跟上。陈若曦，别痴心妄想了，蒋同志能回头关心，已属难得。他为人再好，也是个普通人，哪里还有多余的精力？大家都筋疲力尽，谁还有余力帮你？其他人连看都没有看一眼呢。还坐着干什么？上来，我背你走。不，这路途遥远，还不知道要走多长时间。你自己走路已经够吃力了，背着我会更累的。行了，快别推辞了，等会儿大部队走远了，要是遇上豺狼，我们都要遭殃。身体居然这么轻盈，背上它就跟背着只小鸟一样，毫无负担。这体能强化效果真是显著啊！终于到了。好，到了，这就是你们的住处了。这几间屋子你们自己分配吧。啊，这就是你们的住处了。这几间屋子你们自己分配吧。我们跋山涉水过来，就安排这种地方，这是人住的吗？除了土炕和灶台，里面空空如也。行了，别看了，村子刚受了灾，条件有限，将就着住吧。要喝水呢，就去村头的小河边，烧柴得自己上山砍。至于粮食啊，县里没有拨下来，村里呢也没有吃的给你们，你们啊需要自食其力。自食其力？这荒郊野岭的，让我们上哪儿有吃的？没有农村户口，连上粮都买不到，这不是要活饿死我们吗？我们响应号召援助农村，总不能没饭吃吧？既然你们被分配到村里来，也不能让你们活活饿死在这里。倒是有一个办法。冬天天冷，地里也没农活，但有别的活能干。一到冬天农闲，县里啊就会组织青壮劳力去出工，要么是去北边修水渠，要么是去公社盖仓库、修土木，都是力气活，一天管2顿饭，每月10斤玉米面。愿意去的，明天早上7点村口集合，晚了可就没位置了。听说修路、盖房子这些活强度很大，有些人直接累出病来。我从小就没干过重活，我也扛不住。现在就这么一个办法能吃上饭，不干拉倒。哎，蒋同志，大家都说你是大英雄，现在不该维护我们吗？我们跋山涉水过来搞建设，连饭都不管，太不像话了。这些活立功干都费劲，何况我们，你可要为我们打抱不平啊！我没有这个义务，你们不干我干，我又不是傻子，别想赢我。你配叫英雄吗？整个院子就这间房不漏风，你就在这里休息吧。应该你住最好的才对，你住这里吧，我再找别的屋子。别动，隔壁那间也不错，我就住那里了。在火车上不知道谁送的药酒，还好翻了下行李，刚好派上用处。哎，我来吧，不劳烦你了。你够不着，我帮你把淤血揉开。有点疼。我再清醒。好了，赶路也挺累的，收拾完早点休息。江野川同志，我能跟你一起吃饭吗？我厨艺不佳，以后你负责做饭，我负责洗碗，开销我们1人1半。我在家就是长子，做饭是常事，厨艺还行，多做1人份也没什么。就是我饭量比较大，你一看就吃的少，平分的话对你来说肯定不公平。不会，
就这样说好了，蒋大哥。蒋大哥，我可以称呼你蒋大哥吗？叫都叫了才害羞，这姑娘真有意思。随你，我确实大一点。谢谢蒋大哥。蒋同志，我们跟你一起去。你们不是觉得体力活辛苦吗？我们原本是怕身体吃不消干不动，想跟着黄云松一起闹，可后来仔细一想，黄云松这人靠不住，还没进村就爱来胡队长挤鞭子，我们听他的，不得被带进沟里啊！我就认准蒋同志了，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跟着你肯定没错。你要去上工，我们也去。行，那就一起做个伴。那么多知青下乡，就你仨来了。他们宁可饿肚子也不愿出力。不去就算了，县里特别照顾知青才给的命，其他人还没机会呢。现在不去，之后想找这样的机会都没有。快上车！今天新来的几个，去把这堆石头都搬到那边去，每人每天搬够1000斤才能下班，搬不完别想吃饭。周队长，我们的搬运工具去哪里领啊？现在是特殊时期，工具紧张。你们今天第一天来，工具已经被抢完了，你们各凭本事自行解决。搬石头没工具可咋办啊？这东西又大又重，简直要命！我们徒手怎么办？以前真的徒手将石头搬起来了。什么？327斤？327斤？那岂不是几趟就能完成全天任务？都瞎凑什么热闹？活都干完了。周队长，你看新来个大力士，你看看人家都能干。这块石头是他搬的，好家伙，真有2把刷子。没什么，我从小力气就比常人大些。你这身力气在这儿干活，太浪费了。跟我来，给你安排个更合适的活。试试抬起这个。成功就让你当组长，小组长的待遇可是1个月40斤白面，50斤粮票，还得开31块2的工资。周队长，这水泥管少说800斤重，往常都得4个人合力才能抬起一头，让他独自尝试实在太危险了。这小子要干啥？他该不会真要试吧？他不会想一个人单独扛起整根水泥管吧？万一失手会受伤的。就算是咱组长大牛哥，一个人也抬不起一头，刚才不过抬了300来斤，就不知天高地厚了。不可能，这该不会是空心的吧？怎么可能有人扛得起来？肯定有问题，这不符合常理。你且看，我来试一下。哎呦！你叫蒋野川对吧？从今天开始，你担任7组组长，原组长大牛将入组员。慢着，饭票带了吗？神灯棍的要凭票打饭，你的呢？师傅，我今天刚来报道，还不清楚领饭票的流程，请问该去哪里领取啊？哦，你去。大师傅，您可别什么人都关照。这位能耐大着呢，明明是个临时工，头一天上工就把我牛哥挤下去，自己混成了7组组长。就是，像这种有门路的人，还能不清楚饭票在哪儿领？分明是故意来咱们正式工食堂蹭饭。没饭票还来吃饭？走吧，后边还有人等着呢。一个临时工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呸！也不看自己什么身份，配在这儿吃饭吗？赶紧滚去临时工食堂去！这种小把戏就想让我退缩？我早已不是从前那个任人欺负的软柿子了。我的东西谁也拿不走。同志，我是新来的临时工，也是第7组组长，请问是在您这里领饭票吗？饭票早就被领完了，明天赶早过来。同志，干活不能饿着肚子，如果我饿着肚子干活，导致工作中出现了事故，这个责任谁来承担？少在这危言耸听！你们干活出事故关我什么事儿？我只管发饭票，别给我挑事儿。哎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还想抢啊？注意，目标人物庄勇。哼，放开我，别逼我动手！哎，同志，你在哪里住啊？怎么，你还想找上门威胁我？我告诉你，你敢动我老婆孩子一根手指头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残忍。我就问一下，你就怂了？谁怂了？我家在工厂后面的第2栋宿舍楼3楼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想啊，哎，嘿，小兔崽子，你敢碰我家人，光你吃不了兜着走！敢骑到老庄头上，你是想造反吗？别让这家伙碰我！大宝，你醒醒啊！别吓娘啊！没气了，他娘，你可得节哀啊！多活泼的孩子，怎么偏偏就被一颗花生米噎住没气儿了呢？
让人把老庄叫回来处理后事吧。你快醒醒啊，大宝！大宝，我的儿啊！今晚一无阻塞，起来！他都断气了，你还不放过他？快给我住手！蒋野川，你还有没有人性？把大宝放下！太过分了，不能让他再糟践孩子。大宝，大宝，大宝醒了，大宝。刚刚眼看着已经没气了，怎么眨眼间就缓过来了？这小伙子用了什么法子，竟然能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？孩子不是真没气，是花生米卡住气管窒息昏迷。我刚才用的是海姆立克急救法，专门对付这种情况的。救命恩人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大宝要是没了，我们两口子也活不下去了。你救了我们全家的命啊！谢谢。大嫂快清醒，现在孩子静无休息，他受了惊吓，需要安抚。哦，小蒋同志，这是30天的饭票，大恩不言谢，你先拿去，剩下的粮票和补助，下午吃饭的时候我给你送去。唉，孩子这2天别吃硬东西，煮点清淡的粥养着，能恢复得快些。同志们，刚才我那么刁难小蒋同志，人家半句没计较，还拼着劲儿救了我家大宝，人家有这气度，咱们要是还揪着不放挤兑他，那不是缺德吗？我把话放这儿了，往后谁再跟小蒋同志找茬，就是跟我老庄过不去。我明说了，你们科长是我亲大哥，谁要是不想在厂里待了，尽管试试。谢谢。这事儿我都听说了，要不是你及时出手，老庄家的娃都要准备后事了。你这是积大德了，我多给你盛点。那我也不客气了。来，慢点。谢谢大师傅。别以为你救了老庄的儿子就尾巴翘上天，抢了大牛哥的组长，别以为我们会这么轻易放过你。哼，我们可没那么好欺负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庄科长来这干嘛？小蒋同志，你救了我侄子的事我已经听说了，真得好好谢谢你。给你找事的人，我一定会严肃处理。这2个已经被我开除了。科长，我知道错了啊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庄科长，我刚到厂里就当了组长，有些人不服气很正常。要是连组员关系都协调不好，那就是我的问题，没必要开除他们。行，看在小蒋同志替你们求情的份上，就饶过你们。再敢惹事，绝不姑息。小蒋同志，不，蒋组长，我以后就认你这个组长，绝对听你指挥。之前是我不对，你能不计前嫌留下我，我以后也跟你了。那以后我们在一起好好工作。哎。放下吧，这力气活女同志做太吃力了，明天别再跑来了。吃饭不用犯愁，我那份匀你些，足够你吃的。蒋大哥，你帮我争取到临时工的机会已经很感激了，我不能总是依赖你，我自己要自食其力，也要为国家建设出份力。劲头很足，好样的！工地种地，闲人勿入，没事儿就赶紧出去。我们找周队长有事儿。哦，周队长，有人找。谁找我？我们是村里的知青，听胡队长说县里安排我们来这儿干活，所以我们就过来了。对，这会儿倒积极了。前几天我专门去村里接你们，怎么不肯来？我们当时初来乍到，什么都不懂。其实我们早就想来了，不信你问他们。是啊，我们想来干活，一直在等通知。
对，我都饿了好几顿了，我们想干活吃饭。现在想干活吃饭了，晚了，赶紧走，别在这杵着影响别人。给你们留的名额早让人占了，哪凉快哪待着吧。不是没有名额了吗？他为什么在这儿？这几天他跟我们一样待在村里，就今早没见人影，原来是偷偷跑这儿来干活了。就是，他怎么能干活？难道就因为他长得比我们好看，我们就连干活的机会都没了？人家脚受伤了，休息了几天，又不是不想来，是在家养伤。你们是为啥不来？只吃不干，还去县里告了我们一状，真当我耳聋眼瞎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快走快走，别再来事了。哼，都怪你，当初非要告状，现在倒好，村里不待见咱们，好好的工作也没了。现在开始责怪我了，一起去告状，又不是我逼着你们去的，况且你们都同意了。不行，今天必须想办法让我们有饭吃，不然这事儿没完。蒋同志，肯定是你为程同志求情求来的工作吧？你肯定不会见死不救的，你去和队长说说情，让我们也来啊。蒋同志，求求你了，我们已经好多天没有吃东西了，快饿晕了。对呀，蒋同志，这群人前几天在村里趁我不在家，居然闯进我家偷东西吃，被发现还嘴硬，现在还有脸来找我，不会真以为我是什么圣人吧？关我屁事啊！哎，程同志，看在我们一起下乡的份上，又住在一起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你替我们求求情，再吃不上饭，我们肯定活不了了。程同志，你真忍心看着我们活活饿死吗？可是我也是靠江大哥才留在这儿的，我没有话语权。蒋同志会听你的话，你去让他通融一下。对对对，说不定他就同意了呢。他要真的犯蠢，为这群害人精求情，那可不是温柔，那是懦弱，是蠢货。但愿他不要让我失望吧。这个忙我帮不了，我不能为了帮你们去为难蒋大哥，更何况当初是你们自己放弃的机会，是你们自己不要的，都是知青，那就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。很不错，这小姑娘不仅心善，还拎得清，果然没让我失望。大家都是知青，同伴间互帮互助又怎么了？姓蒋的为什么只肯帮你，不肯帮我们啊？我知道了，你靠不正当手段讨好他，他才会帮你的。我要上报组织。你敢打我？我手！你敢动他一下试试？先不说我和蒋大哥是纯粹的朋友关系，就算我们真处对象，那也是光明正大的自由恋爱，轮得到你去告？你说我可以，但不能污蔑蒋大哥。目标人物蔡小小将于3小时后坠入粪坑溺亡，成功阻止其死亡，奖励兑换积分10点。积分肯定得拿，人也得救，但没必要急着动手，没死就行。你笑什么笑？还说是什么大英雄？我看全是装的。行了，别在这吵吵嚷嚷。你们既然下乡到我们这儿，县里也不能真看着你们饿死。这样，我在坡里给你们指条活路。要是你们还不珍惜，真饿出事儿，也别怨别人。只要有饭吃就行。对，啥活都行。先别急着应下来，听我把话说完。是让你们去收大粪。啊？什么？收大粪？那不行，我才不要去！这么恶心的事情绝对不行。这大粪呢，是最好的农家肥。现在天冷施不了肥，这才轮到你们去。不然早让村里的老少爷们抢着干了，干不干随你们，没人逼你们。就不能通融一下，去工地干活吗？不管是搬石头还是运水泥都行，少吃顿饭也行。当初我亲自去接你们，你们推3阻4不肯来，现在已经晚了。周队长，这个活儿管饭吗？管，1天2顿饭，只要干活就有饭吃。年底发10斤玉米面，其他就没有了。我干。我干，那我也干。去，带他们登记去，名额有限，先到先得，没名额了再找我，我也没辙。蒋野川，你斗下嘴就能办成的事都不肯帮，存心让我们干这些脏活，这个仇我一定要报。救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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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注意，目标人物蔡小小已经掉进粪池，即将在1分20秒后被淹死。
命啊！等最后20秒再去。蔡同志，你怎么脏成这样，还一股味儿？我掉粪坑了，刚才险些淹死。咦，真让人恶心！这味儿也太冲了，该不会一辈子都洗不掉吧？换作是我，这会儿早找个地方钻进去了。哎，蒋同志，难道是你把蔡同志从粪坑里救上来的？啊，人没事了，那我走了啊。啊？你不顺便扶他回去？他就是臭了点，又没摔断腿，自己能走。蒋野川，你这个混蛋！哼，蒋同志刚救了你的命，你咋还骂人家？真是不知好歹！滚开！走走走，都给我滚开！小心！江大哥，你要没事吧？蒋哥，你没事吧？快，喊一声！是我脚底下打滑连累了你。蒋哥的腰若是出了事儿，我这辈子都抬不起头来。别瞎揽责任，我亲眼瞧见是大牛伸腿绊你，少往我头上扣屎盆子，敢害我兄弟！混蛋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不是我！问题不大。体格强化3倍，疼痛感却半点没少，实在是有点难熬啊！而且这么撞了一下，这会儿还没有消肿，该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吧？系统，有什么办法能快速痊愈吗？报告宿主，快速自愈技能15积分即可兑换，此功能可使任何伤害瞬间痊愈。请问宿主是否兑换？如此说来，病毒也能瞬间清除，那我岂不是永远百毒不侵，而且一辈子不用去医院？如你所言，那能青春永驻吗？无法发挥此功能，只能治愈伤害。终身无病痛，还能百毒不侵，真够厉害的！15积分，太划算了！系统，立刻兑换。我怎么感觉江哥在发光？眼花了吧？你把蒋哥当电灯泡了，能随便发光？真的没感觉了，这能力太神了。蒋大哥，很疼吧？不疼。那么大块淤青怎么会不痛？蒋大哥，蒋大哥总是这样体贴，忍着痛还怕我们担心。蒋哥待我们太好了，以后你去哪儿我跟到哪儿。没错，蒋哥指动我们绝不往西，生死相随。蒋同志在家吗？哈哈，庄科长特地来送任职文件了。什么任职文件？蒋同志多次见义勇为，县里授予表彰，并任命他为城建局局长。局长？就他？这怎么可能？我不接受。你掉粪坑了，这股味实在冲人。胡说什么？分明是他掉进去了。你身上这气味比真掉粪坑来还熏人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蒋大哥，县里送来嘉奖令和任命书，你要当城建局局长了。恭喜你，蒋同志。哦，不，现在该称你蒋局长了。县里分了套房子给你，以后吃穿都不用愁了。大家都怕你赴任呢。当时不过是随口提议，我志不在此，局长还是另选他人吧，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办。什么？你拒绝担任局长？对，我希望自己能够接触些新鲜的东西，况且已经有比我更适配的人选了。谁能做得比你好？就是你。我？这怎么行？你在城建局资历深厚，又是老局长，重点培养的骨干，若非受我牵连，也不会被降为副科。这个位置理应由你接任。可是县里的正式任命，指定你当局长，岂能随意更改呢？一点不难办，等我先接任，再举荐你升职。多谢局长栽培。切，
放着局长不当让给别人，装什么清高？也就装科长老师才信。你问问院里，谁信这种傻话？可不是临时岗位，是实权局长，谁真会让出来？蒋同志，别犯糊涂呀！这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位置啊！前世困于格局眼界，被李慧和利用，就为了贪图那点虚假的亲情。如今重活一世，我当然不可能囿于这小小的城建局。相比这些，我更想要让华夏屹立世界之巅，见证巨龙腾飞。是否犯傻，时间自会证明一切。多好的同志啊！就是太认死理儿。哎呀！胡队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饿得快撑不住了呗。他当初没说谎，村里连年受灾，哪还有余粮？就连钱财也不剩。切，早知道会这般穷困，我们何必费力去县里告状？如今倒要去挑粪换窝头。我这些天一直在工地，从白天忙到深夜，竟不知道村里艰难到了这种程度。蒋局长，你也别怪胡队长不管你们，村里确实山穷水尽了。胡队长为大家操碎了心，临时工名额就是他去县里磨破嘴皮子求来的，连收粪这活也是他舍下脸面去争取的。别说了，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干。哎，小蒋，听说你升职了，走，跟我回家喝两杯，好好庆祝庆祝。壮哥，不要麻烦嫂子了，我要是去了，你们不得省吃俭用1个月啊？今天不用我家出粮食，你放心吧，有人做东。走吧，你去的话，我们全家都能蹭顿肉。壮哥，啥情况？谁要见我？不说明白，我可不敢去啊！别呀，小蒋，你就给哥哥面子，是我同学，他最近家里接连出事，心里不踏实，就想找你问问。问我啊？上回你救我儿子的事儿，虽然我不清楚是如何办到的，但我知道你有真本事，不然哪能算得那么准？原来当我会算命了，可全靠系统触发任务，现在没任务，我也无能为力啊。壮哥，天机不可泄露，这每算一卦都要折损寿元，你也别让我为难啊！别，对不住啊，小蒋啊，我错了，哥给你赔个不是，但是人都来了，好歹见一面，你光坐着不说话都行。行吧，壮哥，是让你之前替我说好话，这次就原谅你了，可没有下次了啊！就知道兄弟你够意思。来吧，小蒋，这位是我的老同学，叫谢方婷，是咱们县里富实百货合作社的采购科长。老谢，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位小蒋啊。没想到蒋同志这么年轻啊！目标人物谢方婷，今夜8点，县里黑诊所的大出血会夺走他女儿的性命，阻止这场死亡可获得兑换积分10分哦。来，坐。老谢啊，小蒋年纪不大，可是有真本事的高人，不能光看外表。是不是高人不好说，派头倒是不小。哎，老谢，跟我放尊重些，小蒋是我特地请来的贵客。哎呀，老庄，我就随口开个玩笑，别往心里去。谢科长是吧？有时间在这说些不痛不痒的话，不如看看你的闺女情况咋样。今晚8点一过，谁都没法把她从鬼门关拉回来。我不过是随口点拨你2句，你就诅咒我女儿？谢科长，你闺女的小命现在就捏在你自己手里，简直是胡说八道！我不可能信。再敢多嘴，我揍得你满地找牙！哎呦，老谢呀，
这都啥时候了，还顾着发火？你女儿的命才是顶要紧的，快回去救人吧！老庄，这小子满嘴跑火车，就是他救了我儿子，信我。好啊，你们合起伙来咒我女儿，这朋友不做也罢。哎，老谢呀，咱们几十年交情，我怎么会害大侄女？从小到大，我待她如亲闺女，我能害她吗？你听小蒋的，快去诊所看看吧，再晚真没救了。小蒋同志，那家诊所在什么位置？麻烦你给我们带个路，事后哥必有重谢。这也就是全看在庄哥的情分上，否则我真不愿插手这事。天黑了，咱们赶紧出发吧。哎呀，赶紧走吧。嘘，地方到了，一会儿你们商量咋解决。谁呀？哦，同志，我们骑自行车路过这儿，车胎给扎爆了。我就想问问你，这附近有没有修自行车的？哎呀，干嘛？直接进啊！小诊所见不得光，我得撒点谎，要不然门都不让进。对，随便你们啊，反正啊，只剩3分钟了。里面啊，反正也不是我家闺女。我怎么听着外面不止一个人呢？啊，是我兄弟，我就是骑着带着他，车胎他扎爆的。大嫂，你能行行好，帮忙指个路行不？你看这天也都黑了，路上不安全呀。要不然这样，我给您2块钱小费，您看行吗？哎，那行吧，不过你们得等一会儿，我手里还有点活，等我忙完再跟你们说，行吗？哎，这还用等吗？您就帮忙开个门，让我们进去坐会儿也行啊。不行，得等着。哎，你真啰嗦。哎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孩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关我事啊，是他自己来找我做手术的。做完他说头晕，要歇会儿就躺着睡了。我真不知道会这样啊！快去医院！哎呀，小蒋啊，这次可多亏你了，真是高人，高人呐！蒋同志，哼，对不起啊，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老谢，谢谢你了，这辈子都记着你的恩。从今往后，有什么需要我老谢的话，你尽管说。别往后了，就今天吧。我啊，正好有事想找你帮忙呢。什么忙？我记得整个县供销社的货物都是你采购的。对啊，怎么了？这段时间什么货最紧张？当然是棉布了。这天儿啊，越来越冷。往年这个时候啊，家家户户都要裁棉布做棉袄。这不，马上也年关了嘛，县里那些职工喜欢裁棉布，做个新衣裳。那你要不把这些订单给我们村吧，让我们村挣个糊口钱。这不太行吧？私有是投机倒把，不允许的。往年啊，我们采购的棉布都是国营厂生产的。个人企业啊，那叫投机倒把。但是你把棉布给我们村，我们集体营业，那怎么能算是投机倒把呢？这好像也有道理啊。不过啊，你让你们村干部去县里开个证明，要不我们也不能乱开订单，这是违反纪律的。理解，小事，没问题。哎，对了，你需要多少订单？那这样吧，我给你1张，要是给你的太多，你也吃不完，到时候如果延迟了交货啊，得赔钱。我要全部。什么？你要全部啊？对，我要全县的供销社订单。这，小蒋啊，我也知道你是好心，你想让你们村的村民啊有条活路。可是这国营企业的纺织厂，就算全体员工不停昼夜的加班，也完成不了咱们全县的棉布订单啊。我知道你们村里边会纺织的人不少，可是这织布机没多少，况且这织布机都是20-30年前的老织布机了，根本完成不了这全县的棉布订单啊。哎呀，蒋同志，你是我的恩人，我非常感激你。就因为感激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要是给你签了这个订单，你要是完不成，我最多也就是赔点钱，我们整个部门啊也没什么损失，甚至啊还可能加点奖金。可是你们村现在本就艰难，到时候可就雪上加霜了，就更吃不上饭了。你们的好意啊，我心领了。但是啊，我说能供得上，就一定能供得上。你们啊，只管跟我签订单就好了。老谢啊，跟他签，小蒋可不是一般人，我信他的本事，直接签。好，
我同意了。不过蒋同志，你得让村干部到我这儿来签名单，这事儿啊是公对公。你先回去和大队商量一下，眼下啊正是要货的时候，也给不了你们太多时间，最迟啊后天下午就要确定下来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件事儿，就是我女儿的事儿。我啊没有乱传别人私事的习惯。来喝酒，来喝酒。来，咱们这儿啊后山有狼，这几天啊气温越来越低，吃的一变少啊，这狼就跑到咱们村里会叼牲口，就是看见人了，他们饿极了也敢叼。所以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一到晚上啊，咱们一定要把门窗给锁好了。蒋大哥，你回来啦？你不是去县城里住大房子吃供应粮了吗？怎么有空回我们这破院啊？该不会是把局长给让出去，人家把你赶回来了吧？你胡说，蒋大哥是人才，才不会被赶回来呢。黄云松，我看你就是欠揍。你们就是傻缺，你们对江野川这么好，人家发达了也没想着带着你们，还不是让你们在这破地方遭罪？你放屁！我们跟着蒋大哥，又不是图他拉我们，我们呀就是觉得他人好。对，蒋大哥是英雄，是人才，我们就图他人好。关在店里咬牙，你咒谁呢？谁搭腔就骂谁。大家信任我，我很高兴。不过我把话说到前面，之所以啊把大家留在村里，是有更好的安排。你们啊是我的好兄弟，咱们啊有酒一起喝，有肉一起吃，有好日子大家一起过，绝不会落下你们任何一个，我也绝不会让全村的人挨饿的。切，真是牛皮吹大发了！不要以为你现在暂时是局长，有了粮票和工资，那又能怎么样？供你们几个呢，确实是绰绰有余，但是供应全村，做梦呢你！是啊，我的确管不了全村的人，不过你好歹也是下乡的知青，其他乡亲我能顾着，唯独你我管不着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蒋哥带着全村吃香喝辣的，唯独饿死你一个。放屁！我告诉你，全村这么多人，到处都缺粮，怎么可能让全村都吃饱？小蒋啊，胡队长又饿晕了。吃口东西，吃口东西。小蒋啊，你说的让全村人都能吃饱，这是真的吗？能，事情是这样的。这个，就算你能，那谢科长也说了，咱全县的国营纺织厂那也供不了咱们全县的这个棉布，就凭咱们村这几个破烂的织布机，你觉得就能供应咱们全县的棉布吗？我理解，现在啊正是签单的时候，我们啊必须要赶在他们前面。谢科长能拖一时，那也不能总拖着，这可是谢科长专门给咱们留的。好，我信你，我信。什么？你真的信他呀？他会带着你坑了全村的。坑也好，赚也罢，跟你都没什么关系，你挑你的大粪去。你们谁想跟着蒋同志去县城啊？我愿意。我也去，我也去，我也去，我也去。好，乡亲们呐，第一批棉布已经送过去了。看在小蒋的面子上，谢科长啊，那是一点都没耽误，当场就给我们送了钱和粮票。考虑到啊，乡亲们都已经断顿了啊，我就直接把那个钱就换成了口粮，一会儿咱们大家就排队按公式领取，好不好啊？好。哎，这才几天，咱们就已经吃上白面了，再干几天，岂不是都吃上肉了？多亏了蒋同志啊！乡亲们呐，这粮食都领完了啊！我还有一件呀重要的事情要宣布，咱们村啊，从今天开始，这个生产互助小组就正式成立了啊！我建议呢，组长由蒋野川同志担任，好不好啊？好。计分员呢，由程若曦同志担任。好。生产分配呢，就由李静来同志担任。好。这个生产验收呢，就由王大清同志担任。咱们村呢，争取啊，把日子过得越过越红火，大家有没有信心呢？有。好。哦，小蒋来了，来，坐。这是啊，我们这次的货单，货啊都在门口停着呢，您签个字吧。哦，怎么了，谢科长？
是不是这批棉布有什么质量问题，还是说我们供不上全县的需求啊？不是，你们的棉布啊，质量很好，比纺织厂织的都好，速度也快，完全能供应得上。哎，只是啊，往年都是纺织厂供应的，今年突然断了，纺织厂的棉布啊滞销，导致了工人的工资发不下来。哎，他们来我这儿闹了好几次，上面都说了，让我把这件事情处理好，不然啊就要停职。原来是这样，谢科长，你帮了我们村这么大忙，这件事情啊，我自有办法帮你解决。什么办法？您跟县里的各厂领导应该都很熟吧？对，不只是县里的人，市里面也认识不少。他们的厂需不需要一些棉大衣啊、工作服啊之类的？需要，有好多厂子啊跟我们供销社签订了订单。你像面粉厂、食品厂、糖果厂，还有钢铁厂等等。这好办了，我们村啊把纺织厂收了，我们啊继续给你们供送棉被什么之类的，再加工一些工作服、棉大衣以及棉被搭配。但是这马上要年关了，好多厂子都没余钱，这个加工费估计可能会拖到3个月左右吧，不知道乡民们愿不愿意啊？这好说啊，他们厂子生产什么，我们就要什么，这样相互交换，我们总能换到自己想要的吧？哎，对呀，你像面粉厂可以以粮抵薪，屠宰场可以以肉抵薪，还有这副食品加工厂可以抵副食品的，自行车厂可以抵自行车，都可以抵的，这办法好啊！不管抵什么，反正都由供销社先采购，我们啊总不能违反乱纪吧？这到时候麻烦谢科长从中周旋。哎呀，这没问题，这是好事儿啊！这咱们都是为了人民群众能过上好日子嘛。江组长刚才是什么意思啊？以物抵薪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打算给钱了吗？我可听说了啊，那些加工费可多钱了，一条被子2毛钱，棉上衣1件1块5，工作服上衣8毛，裤子4毛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江野川是想昧了咱们的血汗钱，以物抵薪，这倒腾来倒腾去，他得捞多少油水？不能吧？人家蒋组长连局长都能让，还能昧咱们的钱？我跟你们说，我可是跟蒋野川一批下乡的知青，我太了解他了。他这人啊，沽名钓誉，贪财还想落个好名声，你们可别被他骗了。我作证啊，我也是同一批火车来的。这蒋野川啊，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要是没点好处，他会眼巴巴帮着你们跑前跑后。傻子也知道他在里面贪了多少。我就说，计分员、分配员、验收员，怎么全是他的人？合着是为了打掩护？不行，我们村的事儿，怎么让一个外人拿捏了？走，咱们找队长去。走。你们都给我闭嘴！本来就是，江野川又不是咱村的，凭啥听他的？可不是嘛，为啥偏让个男知青当组长？他既不会缝被子，也不会做衣裳，至少该选个女同志才对。让妇女主任担任组长，我们肯定服气。我倒不是反对蒋组长，只是他这次自作主张以物抵薪，都没征求大家意见，知道他有没有在中间赚差价？你们这话说的太没良心了！各位大叔大婶儿，我知道大家对我当这个组长很不服气，可是这个订单是我接来的，织布机也是我造的，我当这个组长名正言顺，而且我说的是可能出现以物抵薪的情况，并不是全部都抵。如果大家不想接这个订单，觉得不合算，可以不参加互助小组，这是按劳分配，绝不强求。队长，他一个知青居然这么狂，这是想拿捏我们全村人呗？队长可得替大伙做主，我们一群人难道真要由这个毛头小子摆布？行，哎呀，我当生产队长这些年啊，鞋都跑烂了，也没能给村里找来订单。人家小蒋一来就谈成了生意，这还是看在他的面子上。既然你们不服气，觉得他贪了钱，那就撤了他的组长，你们另选贤能。我推举妇女主任当组长，你们都同意吗？好，就这样决定。往后啊，拉订单的事就交给新组长，要是接不到活计，大家都连饿。
这担子我担不起，我哪有门路拉订单？还是让小蒋同志继续当吧。你们这些婆娘整天寻思啥？人家小蒋能给咱生产队揽来这么大生意，当个组长怎么了？就是不愿意以无底薪可以不干，这活看着多，其实分到各家各户也没多少。你们不愿意干，自有别人愿意。才过了几天好日子，真是吃饱了就忘本，典型的端起碗吃饭，放下筷子骂厨子。呸！蒋组长，我们只跟着你干。让我当可以，只是我丑话说在前面，在我这必须按照我的规矩来。我的规矩只有一条，必须听我的。我安排大家干啥就干啥。如果你们有意见，那正好，今天大家伙儿都在，咱们就签个协议。服从安排的签字，我给安排活；不服从的不签。愿意签字的在这排队。还要再提醒大家一句，一旦签了字就必须听我的。一旦质量出现了问题，我要求返工，你就必须返工。否则的话，影响到所有人的任务交付，影响的就是全体利益。到时候别怪我不客气。一切都听蒋组长指挥。我们也不是故意找茬，都是黄运松和蔡小小在那里挑拨的。对，就是他俩煽风点火，本来我们都走了，都是他们，我们就又拐过来了。他俩就在门口偷听。什么？又是他们俩？还跑？误会，我就是路过。我还要去收大粪，想跑没门儿。你们两个真是阴沟里的老鼠，不咬人也膈应人。原本不想搭理你俩的，非得往跟前凑。哎，队长，还记得当初去接我们时候说过啥吗？要是犯事就遣返原籍。不要遣返原籍，不然我这辈子就完了。我明天就向上级汇报，把你们俩全部遣返回原籍。不是就他一个吗？是他总在村里挑事，不关我的事儿啊！一个蠢，一个坏，刚好凑一对打包回去。滚！先滚！蒋大哥，这都快除夕了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我啊，刚去供销社送完货，怎么了？有事啊？蒋大哥，快尝尝我给你做的面。哼，你不是不会做饭吗？哎呀，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。蒋大哥，你不知道与时俱进吗？你也不是从小就会做饭啊。哎，你手怎么了？哎，没事。我给你上药。哎，不用，都是小伤。你快尝尝，从小到大，我爸妈都没有吃过我做的饭，你呀是第一个。给你上了药，我再吃。上次伤到脚，这次伤到手，下次伤到哪儿啊？只要是蒋大哥给我上药，伤到哪儿都行。什么？蒋大哥，快吃面。这面吃了，怕是要进医院了。怎么样？咸罐子是让你打翻了吗？齁咸的。好吃。真的？那除夕夜我给你包饺子。哎，不用。你怎么还没有离开这里？又想搞什么幺蛾子？就凭你们也想毁我前程？我家可是在省城，真以为我没点关系？先前不过是不愿惊动长辈，所以才对你们低三下四。如今我已在邻村落脚，不需要再看你们脸色。哼，那我倒是小瞧你了。怎么？安分守己便相安无事，若再生事端，怕是你这步棋就要彻底走死了。简野川，我昨天看见你骑车带着程若曦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。你们的身份天差地别，别做那些不切实际的白日梦。啊，你该不会专程跟踪我吧？脑子被门夹了。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私事，轮得到你指手画脚？你家住海边，管这么宽啊？你家住海边，管这么宽？你就别痴心妄想了。程若曦那样的姑娘，家世品貌哪样不出挑？何该配个真正体面的人？体面人是你吗？我是干部家庭，程若曦也是干部家庭，我们两个才叫门当户对。门当户对，是跟你这个像狗一样在地上求饶的门当户对，还是说跟你这个挑大粪的门当户对啊？你是个什么货色？人家看都懒得看你一眼，话都没跟你说过几句吧？可他喜欢我啊，心甘情愿陪着我。哦，对了，昨天晚上还特意为我学做饭，他爸妈都没吃过。怎么，你嫉妒了？恬不知耻！程若曦怎么会看上你？
恬不知耻！程若曦怎么会看上你？哦，江野川，乡亲们这么相信你，你竟敢背着他们中饱私囊，私吞这么多粮票。江组长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他怎么说你贪了粮票？又是他们几个，我怎么这么倒霉？这几个农村妇女眼界窄没主见，就会大吵大闹。上次就被黄运松挑拨了，上次还有好心的村民帮我说话，这次就我一个人可怎么解释啊？二婶，孙婆，我之前也在咱们大队做知青，你们该有点印象吧？以前我都是被冤枉的，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江野川的真面目。他先前不是说用东西抵工钱吗？可是他怀里揣的尽是粮票，那是克扣你们的辛苦钱。他怀里揣的尽是粮票，那是克扣你们的辛苦钱。看人赃并获！天哪，真的有啊！不只是粮票，各种警校的票都有。这就是贪污，他根本就不配当生产小组的组长，更不配当什么局长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就应该去举报他，让他吃牢饭，让他……哎呀，你们干什么打我？贪污的明明是他！打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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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死！别打了！我真的没骗人，你们信我一次。信你个狗屎！打他！原本打算亲自教训这厮，现在看来也轮不到我出手。他根本就不是你们大队的人，你们之间还闹过矛盾，怎么现在对他这么好？对他好不是应该的吗？之前是相处的时间短，还没有好好了解。对他好不是应该的吗？之前是相处的时间短，还没有好好了解，现在都半个多月了，我们又不是瞎子。江组长的为人，大家谁不清楚啊？人心都是肉长的，蒋组长为我们操了那么多心，人家放着县里的局长不当，放着舒服的大房子不住，跑到乡下跟我们一起吃苦受累，这是人家应得的。凭什么？我不服！我当他干部子弟，居然比不上简野川这个普通知青。为什么我被赶出大队忍饥挨饿，而他又当局长，又被狗腿子拥戴，就连我喜欢的程若曦也亲近他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还要被你们这群悍妇羞辱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还敢动手！今天非要把你这张嘴给撕烂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！等我住手！大白天聚众斗殴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再动手就把你们全部抓进警局！同志，是他黄运松污蔑别人在先，所以才打他的。你不用出头，这事和你没有关系，你就没有动手。黄队长，你要抓就抓我们，这小子天天在村里嚼舌根，挑拨我们内讧，让我们跟小江闹矛盾，我们不打他打谁？江野川，对，我是江野川同志，就是我们红星大队互助小组的组长，就是他。少跟我装糊涂！你纵容村民当街打人，这就是破坏治安。跟我走一趟。恐怕你没有权利抓我吧？我们这顶多是村民之间的口角冲突，按规定该由村委会调解，就算调解不成，可报公安部门处理。这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里写的明明白白的。各位乡亲父老，大家都听见了吧？以后啊，不要吵架，不要打闹。黄队长说了，这可是动机不良，是要去警局接受审查的。他要是不说清楚，这事儿就没完。他要是一直这么当队长，咱们老百姓还有好日子过吗？你们别信口雌黄，我是新时代的干部，是为你们服务的，肯定不会压迫你们的。我相信啊，黄队长是好干部。江野川，现在跟我回去接受审问。大伙儿都跟着我去看看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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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时候干什么呀？这是干嘛呀？我是县城建局局长，由孙县长亲自任命。你这么越职抓我，就不怕受处分吗？我抓你是执行军事任务。你有什么证据吗？我不光有物证，还有人证呢。过来吧。我可以当人证。你这个人证恐怕站不住吧？又不是只有一个人证，还有一个更重量级的。来了，进来吧，让蒋局长好好看看。庄科长，你真觉得你能处置得了我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门外都是我的人，该怕的人是你。早在庄科长来之前啊，我的确害怕，但是看到庄科长之后啊，我一点都不怕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庄科长，
蒋同志你好。小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对不起，黄哥，我知道你舅舅对我有栽培之恩，他平时对我也很好，可是我不能昧着良心陷害无辜的人。行了行了，别在这儿给我讲大道理。反正还有黄运松，对，反正还有黄运松，再加上我手里的物证足够了。行了，把他带去审讯室关起来。哼，笑什么笑？你以为你能跑得了？今天你就算长了翅膀也飞不出去。我干嘛要跑啊？我可没打算走，要跑的人是你吧？我为什么要跑？孙县长、谢科长，你们也来了？凑巧了不是？今天啊，我跟孙县长招待贵客，是吧？刚到民兵队门口，就听见里边吵吵嚷嚷，我们一块过来看看。县长，我要举报。你要举报什么？我要举报黄队长。你笑什么？你该不会以为孙县长他们是临时赶来的？早在庄科长来之前，孙县长就已经来了。之前谢科长跟我说黄武这个人让我小心一点，我也早就跟孙县长说过这件事情。所以啊，孙县长就是想看看你们到底要演哪出戏。你的意思是我们说的那些话，做的那些事儿，他全都听见了？你这个人真当我这个县长耳聋眼瞎呀？来人，把黄玉松给我带下去，连同他的父母一块儿查，我都要看看一个本该回原籍的人是靠什么关系留下来的。别查我就好，别查我爸妈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诬陷蒋同志，更不该鬼迷心窍去陷害他。求你了，都是我的错，别查我爸妈。现在知道后悔，晚了。来人，带下去。活该，真是活该，这就是报应，真是活该。孙县长，我平时没事帮您吧？您今天何苦护着这么个外人，非要跟我撕破脸？我已经通知了督察组，这不人就来了，上来带走。你早就该抓起来了，活该。蒋同志让你受委屈了，还我的事一定追查到底，肯定还你一个清白。多谢您主持正义。你是个有真本事的人，一直留在基层确实可惜了。说说看，有没有想去的单位？蒋同志最擅长拆弹排爆，他来武装部最合适。庄队长这话不对，蒋同志的侦查能力才叫厉害，公安大队才是他的好去处。县里更需要他。对，我们县小蒋是我们村的。都别抢，没听见我们胡队长说吗？大家先静一静，听我说两句。小蒋同志是我们村的知青，所以公安大队已经决定收他了。他是我们的人。大家都停一下，小蒋同志是我们村的知青，所以啊，我想替小蒋同志说一句，他绝对是个人才，你们想争取啊都能理解，但最关键的不应该是他自己想去哪儿吗？我们要尊重他本人的意见啊。小蒋，你怎么想？我想去首都。行，我们尊重蒋同志的选择，我这就去给上级回电，让他们不用再派人来协调了。我也去。蒋同志的选择好啊，你本事大，责任自然也该匹配更大的舞台，去首都才能更好的施展你的才干，我全力支持你。工地的进度、生产队的安排，往后就交给你们多费心了。庄科长，之前跟你说过，这个位置会交给你，现在时候到了，你的能力我信得过。说实话，起初我还以为您是随口安慰我，哪有人愿意把这么重要的位置让给别人？我一定不辜负您的信任。往后您就是特别指导员，于是还要多向您请教。这事儿我准了，这个位置一直给你留着。保重身体，再见，一路顺风。再见，再见，蒋同志。接下来我就正式回去了，也不知道李慧和他们过得怎么样。不管如何，这次回去我不会再重蹈覆辙，日子会越来越好，祖国也一定会越来越繁荣昌盛。